这部剧被众多网友称之为是岛国侦探片的巅峰神作，全片有3季，共43集，里面的每一集都由大咖出演，而且这些大咖们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名流，他们不仅不忌讳在剧里面出演反派角色，反而还以此为荣，甚至有的人还夸张地说，你在娱乐圈越火，在这部剧中出现的次数就越多。当时火遍整个亚洲的木村拓哉就在这部剧里客串了2次，并且他还被古田扇了一巴掌，成为了众人熟知的经典名场面。好了，影片开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田任三郎第1季第11集，电台主播杀人事件。东京某电台大楼的一棵樱花树下，一辆白色轿车停靠在了路边，后座的长发女人名叫中浦，她是一名电台主播，前面的这位是她的助理兼司机，叫做李慧。前不久，李慧抢了中浦的男朋友，所以她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在向中浦道歉，可中浦却表现得毫不在乎，甚至还劝说你俩就赶紧结婚吧。然而中浦嘴上说无所谓，心里却早已经计划好了要杀死他。说完，中浦准备离开，让李慧在车里等待。由于今晚的天气比较冷，所以中浦让李慧穿上了自己的红色衣服，随后进入到电视台大楼里。中浦在半路遇到了迷路的古田，古田表示这栋大楼像迷宫一样，根本就找不到进去的路啊。说完，他向中浦问路，可中浦表示还有节目，便转身匆忙离开了。还好金泉及时赶到，带走了古田。凌晨1点钟，午夜电台节目正式开始。由于中浦有着20多年的经验，所以一切看起来那么的轻车熟路。开场白介绍完，下一个环节是连线观众的采访节目，采访的内容都是提前录制好的，只要播放录音带就可以。这个环节有10分钟的空档，所以趁着这个时间，工作人员带中浦去见了古田。原来在最近这段时间里，中浦收到了很多封匿名恐吓信，古田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调查清楚此事。交谈结束后，中浦回到了演播室，此时广播里正在播报一起突发的抢劫案件，一名犯人戴着面具，拿着锄头抢了8万现金逃跑了。听完，众人哄笑起来，纷纷好奇犯人到底是戴着什么样的面具，竟然拿着锄头去抢劫，这画风想想都诡异啊。随后古田和金泉也跟来了演播室，中浦向工作人员要观众寄来的音乐袋子，说是等会儿要听。紧接着电台节目继续开始，中浦的风趣幽默惹得在场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但很快这个环节就结束了，下个环节是播放观众们寄来的音乐袋子，这一次有4分钟的休息时间。中浦偷偷解开鞋带，然后起身拿着明天要播放的音乐袋子，表示要去休息室好好听一下。随后中浦离开演播室，刚出门就迅速蹲下，然后脱掉鞋子开始奔跑起来。从此刻起，影片也正式进入到杀人时间。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完美谋杀案，犯人制造出不在场证明，在一辆车上实施谋杀，最后犯人却因为自己的话多而露出了马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浦脱掉鞋子开始奔跑，穿过各种小道来到楼下，路过放映室时突然碰到工作人员在楼梯口守着看电视，而电视上呢正在报道一起抢劫案，劫匪手拿锄头戴着一个动漫老头的头套，眼看时间就要不够，幸好这时电话响了起来，趁此机会中浦赶紧跑了出去。来到车前，他声称自己的笔记本忘记拿了，刚想抽烟的李慧慌忙熄灭掉香烟后，跑到后座翻找起来。然而就在这时，中浦拿出高跟鞋朝着李慧的头狠狠敲去，就这样被连续敲打了5、6下之后，李慧当场死去。随后中浦返回演播室，时间刚好过去4分钟，中浦取下手套，节目继续。下一个环节是点评一些经典的歌曲，可由于刚才来回奔跑消耗了太多的体力，加之他又刚杀完人，中浦的手抖得连唱片机的指针都放不上去，最后还是在同事的帮助下才完成的。看到这一幕，古田的心中产生了疑惑，怎么去一趟休息室，回来却变得手脚都不利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随后画面转过，路人发现了李慧的尸体，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古田也来到了这里。经初步调查发现，死者的后脑受到重击，他的大衣袖子看起来好像有点长，挽了一截过后手还是缩在了里面。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凌晨1点左右，并且古田还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那就是地上被熄灭的香烟。调查结束后，古田回到办公室，经过询问，中浦表示李慧身上那件红色大衣是自己放在车上的，应该是他觉得有些冷便拿来穿上的吧。说完，金泉表示会不会是那个写恐吓信的人将李慧认错成是中浦，所以将李慧给误杀了。工作人员们也认为是这样，于是请古田保护中浦的人身安全。然而古田却不认为如此，因为在现场他发现了一根香烟，烟被点燃才吸了一口，就被李慧用脚给踩灭了。这是什么情况呢？他看到什么人了吗？为什么他要把香烟给踩灭呢？根据古田的推测，李慧正在抽烟的时候，凶手走了过来，然后李慧将烟踩灭，打开后座的车门才被凶手给杀害的。看来他和凶手面对面见过，而且凶手的目标就是李慧，因为他们互相见过，不可能认错。说完，中浦解释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凶手发现自己暴露了，为了灭口才痛下的杀手？古田想了想没做回答，
转身来到了演播室里。他询问工作人员，中间那4分钟每天都会播放歌曲吗？唱片是中普负责播放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古田确定了凶手就是中普。随后他找来金泉，打算测试一下，看看4分钟的时间能否跑到大楼外面杀完人后又跑回来。测试开始，金泉拼了老命的跑呀跑，穿过走廊来到案发现场，假装杀完人然后又返回到起点，结果花了7分多钟的时间。这也就说明了中普不可能在4分钟之内完成到楼下杀人的这一系列操作。接着古田让金泉再来回多跑几次，看能不能取个平均值到4分钟左右。你看这古田多损啊，坑不到犯人就来坑我们的金泉。随后古田来到演播室，找到中普并询问他，中场休息时播放歌曲那4分钟你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中普表示在休息室里听观众们寄来的音乐袋子。古田假装明白，然后继续询问，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手一直在发抖呢？中普轻笑一声，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难道我的手抖是因为我杀了人吗？的确，他抢走了我的男朋友，这件事连保洁阿姨都知道。虽然我有杀人动机，但是4分钟的时间根本就不够跑到楼下杀完人再回来。听完中普说的这些，古田不知该如何回答。然而就在这时，节目突然开始，古田来到餐厅里思考案件。保洁阿姨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餐厅里的喇叭也正在播放中普电台的节目。古田帮阿姨打扫完卫生，随后喇叭里传出中普和同事们正在聊天的声音，几人聊着今天凌晨发生的热点事件，就是那个手拿锄头的抢劫犯。中普吐槽说，他戴什么老头面具啊，一点都没有抢劫犯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那面具和他的作案工具还挺搭的。中普的风趣幽默逗得同事们哈哈大笑起来。另一边，古田边听边思考着什么，突然间保洁阿姨倒垃圾回来，顺手还采了一只樱花带着。经过询问，阿姨表示这樱花是在楼下摘的。听到此话，古田瞬间就像被打了鸡血似的，赶紧扭头询问阿姨，你下去倒完垃圾还采了花，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回来的？阿姨表示她走的是一条捷径。随后古田再次叫来金泉，继续开始了第2次实验。果不其然，走这条捷径完全可以在4分钟之内杀完人后回来。虽然中普现在有了杀人动机，也有了作案的可能，但是想逮捕他还差一个关键性证据。正思考着，早报小哥送来了今天的最新报纸，古田拿起一看，瞬间笑出了声。他在一则新闻中找到了那个关键性证据。随后古田自白开始，他表示中普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凶手，并且还是在节目的录制当中承认的。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自爆的呢？答案就在这个新闻上。说完，古田找到中普，并询问他有没有带随身电视。中普表示没有。听到此回答后，古田直接说出了案件的结论，中普就是杀害李慧的真正凶手。紧接着古田拿出一卷音乐袋子询问中普，你说中场休息那4分钟你在休息室里听观众寄来的音乐袋子，那么你知道音乐袋子里唱歌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吗？中普表示是男生唱的。说完，古田拿出音乐袋子播放起来，中普也表示当时他听的就是这个。然而下一秒，古田快进到最后，中普瞬间就呆住了。这卷袋子的最后一句是我是古田任三郎。原来这是古田设下的圈套，他早就猜到了中普作案后会重新听一遍音乐袋子，于是他匆忙录了音，将原先的音乐袋子给替换掉。原先的那卷音乐袋子中唱歌的是一名女子，这也就说明了中场休息的那4分钟中普并没有在听音乐袋子。那么他去了哪里，在干什么呢？接着古田又拿出第2卷音乐袋子，上面录着中普在演播室和同事们聊天时提到了那名手拿锄头的抢劫犯。古田询问中普，你说那名抢劫犯戴的面具是什么？中普回答说那人戴的是一个动漫老头面具。接着古田拿出最后一卷袋子，声称这是凌晨0点20分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而电台播报的时间是凌晨1点20分。电台播报时里面的确提到了劫匪戴着面具抢了8万现金，可是他始终没有提到劫匪戴的那个面具到底是什么。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据调查，新闻媒体第一次公布面具的时间是凌晨1点30分左右，而且还是在电视新闻上报道出来的。整栋电台大楼唯一有电视的地方就在放映室，你说你没有带随身电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凌晨1点30分左右的时候你去过放映室那边，而凌晨1点30分刚好又是中场休息播放音乐的那4分钟之内，这也就说明了播放音乐的那4分钟你去过楼下。那么你去干什么呢？要不你再找借口解释一下。听完古田说的这一切，中普最终无奈认罪。好了，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本期的女主名叫陶景勋，她是80年代岛国相当红的一名演技派女演员，参与拍过很多佳片，比较出名的是《艺伎回忆录》和《攻壳机动队》。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给小森点个赞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